欢迎观看《说文解字》双语教育系列视频。玉是一个常见的汉字偏旁，许多人习惯把它叫做王字旁，但实际上，正确的名称应为斜玉旁。在本期节目中，我们将一起探讨一些在造字本意上与玉有着深厚联系的汉字。王字本身象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，因其独特的身份和地位，鲜少与其他偏旁组成字形。在汉字中，许多带有王的字与玉相关。在甲骨文中，玉字描绘的是一串玉的形象。随着篆书的发展，玉字逐渐演变为三横一竖的形式，其中三横象征玉片，一竖代表绳索，这与王字的形态极为相似。为了区分二者，古人在王字上方加了一点，最终形成了玉字。然而，作为左侧偏旁的玉字，因点的位置难以书写，常被省略。因此，大多数情况下，汉字左侧的王字应理解为玉，即所谓的斜玉旁。古代有4种常见的中间有孔的平圆形玉器：璧、钺、环和橛。其中，橛最为特别，因为其外环上有缺口，最容易辨认。其他3种则较易混淆。玉质外环是中空内孔2倍的，称为璧；玉质外环是中空内孔1半的，称为钺；玉质外环与中空内孔相等的，则称为环。简单来说，中央孔小的是璧，中央孔大的是钺，中央孔适中的则是环。璧是古代极为珍贵的祭品和殉葬品。你可能听说过和氏璧这一历史珍宝，传说其价值足以换取15座城池。钺最初作为璧饰，后来演变为如今的玉镯。环除了作为信物，还主要用于佩戴装饰。关于古玉4环的寓意，荀子《大略》有着清晰的阐述：问世以璧，召人以钺，决人以橛，反决以环。问世以璧，意指君王礼贤下士，向士大夫征询治国之策时，需要赐璧作为凭证。召人以钺，即君王召见下臣时，以玉钺为信，表达诚意。决人以橛，则是君主决定绝交或处死时，赐以玉玦，象征君臣决裂。这也解释了决与决心中的决，即诀别中的决同音的原因。反决以环，意味着通过玉环的环与归环的环同音的巧妙联系，把环作为赐还则还的信物，传达出被赐还的臣子会被重新召回的信号，通常是赐给在边境待命的贬谪之臣。佩范指佩戴在身上的各类玉制饰品。环是一种弧形玉器，形态多样，常见的有扇形、半月形、半环形和拱桥形等，常常雕刻龙首或兽首纹饰。环的主要用途有2种，大型环用于祭祀，而中小型环则常作为配饰。函这一玉器起源于泛函的丧葬习俗。所谓泛函，是指古人根据视死如是生的生死观念，在死者口中放置饭食，象征死者带着饭食离世，意味着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不至于饥饿。随着玉器在贵族中渐受推崇，贵族死者口中便有了放美玉的习俗，这种玉器便被称作函。最常见的口函是玉蝉，象征破茧而出，出淤泥而不染的意义。此外，猪、牛、羊等小动物形状的函也较为常见。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，涉及篮球、足球、羽毛球、网球、乒乓球等各种球类运动的球字，源自古代的玉磬，即玉制的打击乐器和礼器。至于铃，最早用来形容玉石碰撞发出的清脆声音，而龙则指古人祈雨时所用的刻有龙形花纹的玉器。如今，我们常用玲珑一词来形容小巧精致的事物。玫瑰花作为我们熟知的花卉，其实玫的本意是美玉，而瑰则指一种似玉的石头。玻璃一词最初指的是一种色泽光润如玉的矿石，后来才被用来表示我们现在熟知的用釉料烧制而成的玻璃层。我们常用珍来表示宝贵、贵重的意思，而其本意则是指玉石宝物。所字最初用来表示玉石碰撞发出的细碎声音，现在常用于形容琐事或繁琐等细小零碎的事物。至于瑞，它最早指的是古代玉制的信物，如今我们用它来表达吉祥的事物，
如瑞雪和祥瑞。现的本意是指打开玉璞，看到那夺目的光彩。如今，它常用于表示发现、出现、现在等含义。理本意为加工雕琢玉石的过程，引申为治理和办理的意思。琢则专指精心雕刻玉石的过程，常用来比喻深思熟虑或精心制作，如琢磨一词。常用于上班、班级等词中的班字也与玉有关。它的古字形好似一刀分玉，意为将玉一分为二，作为信物。在分割玉的基础上，班字引申为分发、排列的含义。还值得一提的是，玩在古代与弄意思相近，都描绘了人们摆弄玉石的情景。与弄不同的是，古人通常认为玩更加高贵，强调精神追求，常见于古玩和游山玩水等用法。而弄字中的拱象征双手，强调手的参与，常用于捉弄和愚弄等表达。此外，全字最初也与玉石紧密相关，表示完整无缺、纯粹的玉石。它后来引申为整体、全面的意思，进一步衍生出完备、齐全的含义，表达了一种完美无缺的境界。最后，或许你会想到，我们之前学过的琴、瑟、琵、琶这4个字，也是与玉有着密切的关系，而非与王的本意相关。通过这些例子，我们可以发现，许多带有王字或斜玉旁的汉字背后，蕴含着深厚的文化与历史内涵。相信本期内容能让你对这些汉字的起源与演变有更深的理解，同时也希望你在日常应用这些常用字时，能重新审视它们与中国传统玉文化之间的联系，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语言体验。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